我们那个时候15岁，那个年代就流行非主流啊。那我们还是经历了同一年代了。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人。我也非主流过的。那时候国外也那样，也非主流那时候。也那样，甚至还比国内晚，还没有国内先进。那时候非主流的发型是很落后。就是直板烫，直板就是刘海，然后那个挑染，你还记得吗？一定要挑几撮出来都是黄的那种。现在也流行挑染，还得挑。你肯定没有，我没染过，我没有。就是你没有非主流过。我非主流过，你从哪非主流 ？QQ 空间。那个齐刘海，然后很厚的齐刘海。妈呀，别提齐刘海了。还有。你也齐刘海？我姐姐被弄过一个齐刘海。那个齐刘海，笑死！姐姐她那个齐刘海，像被封印了一样。我跟你讲，我到现在2只眼睛度数都差很多，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就是你的那个头发一定得是就是这种遮半边脸，然后这边就看不见，但是看不见它的视力会变差啊，因为你老不用。然后那个头永远就是这种偏着的，你知道吗？对，就感觉你拍照永远都是这种偏，然后头就永远都遮半边脸，遮得越多越好。对，永远看不见。遮半边脸，然后偷偷的从你那个头发缝隙去看喜欢的人。然后走路的时候，哎呦，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可考的照片吗？应该有吧。3、2、1，贴贴头。因为我们就是国外的学校是有那个毕业墙的，就是一走廊上面。对，就是那个包括那个毕业册，然后大家一定会拍那个，所以都是在墙上挂着，墙上。因为你从不管是节目，你在演唱会上，包括我们聊天的所有过程当中，你每次一定会提到一见钟情。我也是一见钟情的呀，女生很在乎，很在乎一见钟情，就是一见钟情是最不权衡利弊的，对不对？我们叫生理喜欢。对，我跟你讲，人最可怕的不是我选的，是我身体选的。对，最可怕的就是生理喜欢。但是你的生理会喜欢一个唯一的？不知道啊。不会。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起码在同一时间是这样的啊，那肯定的呀。对，是的。但是，而且生理性喜欢是最难摆脱的，就是你哪怕脑子里你知道这个人多么不合适，对，多么不 OK， 多么，而且他跟你的理想型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那种无奈感。对，而且你知道这种生理性的喜欢给你带来的安全感是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比拟。为什么生理性喜欢会带来安全感呢？因为生理性喜欢你除了生理之外，你其他完全不了解它。生理性喜欢跟生理没什么关系，我们这个是个名词。我知道，我知道。就通俗的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即使我的理性告诉我不想喜欢他，对，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这样的。你现在还有这样的生理性喜欢的人？肯定会有。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会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把它关上，我们就知道了。哎，主动的结果呢？他好烦，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巴巴在主动。去，咬他。巴巴主动，你不主动，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结果呢？当然了，我尝试过不行，那就对呀，尝试过不行就再尝试呗，就换人了。哎，可以。你也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对，这一点非常好，就是你比我好的。你不光换人，你可以换事情，你可以把那份情感和那份主动的东西放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 OK 的。所以我爱工作呀。好好爱着呗。烦死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得有一个自己热爱的事情了，不然活着就活一次，你还不活得热烈一点？也是我的座右铭，其实就是真挚热烈的生活过，存在过。你一直存在，没有那个过。突然到座右铭这个程度了吗？我想好了，墓志铭。我写过一首歌叫《墓志铭》，因为我想好了我的墓志铭是什么？是什么？我3句话：一生善良，一生坚持，一生一无所有。
这是我的座右铭。对，那我3句半。你的呢？你刚刚说你的 QQ 签名，真挚而热烈的存在过，活过。这个年龄在这聊墓志铭，对，现在就是也许80岁的时候又改了，你都不用80岁，你40岁就改了。对，明年不是，我觉得有墓志铭这个事情不是悲观，也不是说把什么事儿想得太早，而是目标清晰。就是其实人的墓志铭为什么要有墓志铭呢？就是你希望自己怎么活。那我就是希望我一生善良，一生坚持，然后我哪怕一无所有，我做到坚持跟善良就够了。他提前预设。对啊，预设，这不是还没过完吗？就有目标，有目标是好事儿。也行，那真是挺好的。